你还记得3年前那场赏樱风波吗？一张看似平凡的旅游照片，竟让一位当红明星从镁光灯下瞬间跌入黑暗。不是绯闻，不是犯罪，但他的演艺生涯就此终止，名字也被从网络上抹去了，就连为自己辩解的机会都被剥夺。这不是虚构，而是真实发生在中国艺人张哲瀚身上的故事。他曾因《山河令》爆红全网，却在声势最顶峰时被贴上不爱国的标签，遭全面封杀。3年后，他终于在国际舞台上重拾话语权，亲口说出了当年的真相。你好，这里是希望世界娱乐暗流，我是艾琳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一张照片究竟是怎样毁掉一个人，而张哲瀚又是如何在沉寂后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光芒呢？2018年，张哲瀚以普通游客的身份前往日本参加朋友的婚礼，在寺庙前拍了几张照片，背景是樱花、木造鸟居和婚礼现场。没人料到，3年后，2021年的8月，这几张照片竟被翻出，冠上参拜靖国神社、不爱国、惊日等指控，瞬间掀起铺天盖地的舆论风暴。事件爆发后，中共官媒如央视、人民日报率先定调，指责他伤害民族感情，并称其行为无法容忍。随即，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封杀令，呼吁全行业对其抵制。短短48小时内，他的27个代言全部被解约，广告被全面下架，品牌合作瞬间瓦解。他的微博、抖音、绿洲账号全部被封，连想要为他发声的粉丝或媒体也遭到删帖与禁言。《山河令》这部让他爆红的作品，原本热度居高不下，却差点遭到平台下架，连关键字搜索都被屏蔽。就这样，一张3年前的旧照被升级为历史问题，再被放大成为政治立场问题，最后演变成一场全民猎巫式的政治运动。他努力想要发声解释，但被全面的晋升。他后来在流出的录音中提到，我当时完全陷入恐慌，不敢出门，网络上叫我汉奸，说我该死。我妈甚至哭着问我，是不是我去跳楼才能换来你的清白？有网友形容，这场封杀更像是一场由政治情绪主导的集体歇斯底里，不需要证据，只需要风向；不需要审判，只需要标签。2024年，张哲瀚终于在韩国演唱会上开口澄清。2018年正值樱花季，我沿着千岛渊步道一路赏樱，路过一个花园，当时并不知道身后是什么。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，我从来没有，也永远不会参观参拜靖国神社。我深爱我的祖国，是大家的信任和支持，支撑我走到今天，谢谢你们。张哲瀚的经历撕开了中国娱乐圈的遮羞布，让人看见他极为荒谬的一面。在中国，辱华是一个杀伤力极强的指控，日本历史问题常被官方拿来煽动民族情绪，艺人只要稍有立场不清，就可能被认为背叛国家，彻底被打入冷宫。哪怕是一张2018年的旧照片，也能让他从巅峰跌到谷底。在这种氛围下，爱国变成了一种政治表演，艺人能否生存，取决于他们是否符合当权者定义的正确立场。张哲瀚被封杀，很可能不仅仅是照片惹的祸。他所属的公司北京普林赛斯文化传媒与赵薇有关，而赵薇在2021年8月也在毫无预警下被全网封杀，所有作品下架，名字成为敏感词。坊间普遍认为赵薇的遭遇涉及其丈夫黄有龙所牵涉的政治派系斗争，与高层权力更替有关。在这场博弈中，张哲瀚很可能只是被牵连的附带损害，
一枚棋子而已。张哲瀚事件也被视为大陆娱乐圈党管明星的典型案例。自习近平上台后，当局透过清朗行动、限娱令等手段，全面整顿娱乐产业，艺人不再只是表演者，而被要求成为政治正确的代言人。在这样的制度下，创作自由被压缩，表达空间被审查，连一张旧照片都能构成罪名。娱乐圈早已不是自由创作的天地，而变成政治秩序的一部分。即便在最黑暗的时刻，张哲瀚没有选择退场，他将目光投向国际，用创作为自己发声。2022年，他默默开始录制首张音乐作品《深蓝者》，从填词到录音，每一个细节都亲力亲为。歌曲充满压抑、反思与不甘。深蓝暗喻他被封锁的处境。这张 EP 几乎没有主流宣传，却靠着海外粉丝的自发推广，登上多个国际音乐平台排行榜。2023年，他发表第2张专辑《曼陀罗》，融合摇滚、电子与华语流行，风格成熟，内容象征性极强。曼陀罗原本就是苦难中绽放的花，专辑同样象征他从风暴中再生的决心。而这张专辑在台湾、香港与海外华人圈掀起热议，更让他夺下黑豆流行音乐奖最受欢迎新人奖，并入选 KKBOX 年度100大风云歌手。同年，他推出纪录片《8月》，记录自己被封杀后重新站起来的心路历程。这部片由台湾、日本、香港等团队合作拍摄，荣获阿姆斯特丹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与 Red Movie Awards 最佳剧本等多个奖项。对一个曾被中国封杀的艺人来说，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逆袭。近期，他更在香港举办大型个人演唱会《拾荒者》，舞台设计成坠落星球的飞行器，他穿着银白机甲现身，像是历经劫难的旅人。他说：“我觉得自己像个拾荒的人，在黑暗的宇宙里捡回自己的名字。”这场演唱会从主题发想到视觉影片的拍摄，都由他亲自参与设计。在沙漠环境拍摄时，他一遍遍地跌倒再爬起，满嘴满身沙尘，却毫无怨言，还笑着和歌迷分享，找回了久违的拍戏感觉。从深蓝者到曼陀罗，再到拾荒者，3部作品构成了他重生的完整轨迹，从迷失到觉醒，再到自我重建。他用行动告诉世人：你可以夺走我的舞台，但夺不走我的创作；你可以让我晋升，但无法让我沉默。在香港的舞台上，张哲瀚说，他像一个拾荒者，在陌生星球上寻找光。从一无所有到再度绽放，张哲瀚的故事让我们看到，只要有勇气，即使在黑暗中也能走出一条路。但更值得我们思考的是，中国的娱乐圈还剩多少创作的自由？当艺人活在审查与恐惧中，当一张照片就能上升到政治高度，进而毁掉一个人，我们还能期待多少真正动人的作品？观众朋友们，你对张哲瀚的故事有什么感触呢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想法。这里是希望世界娱乐暗流，感谢你的陪伴，愿每一道微光穿越黑暗。喜欢这个频道，别忘了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。你有什么想说的、想看的，也欢迎留言区告诉我们。希望世界和你同行。